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76.17， 收盘价是 175.2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6.75， 最低价是在 170.2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8142.83 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启下行的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开始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这样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蜻蜓线。那蜻蜓线的特征呢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那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上方含有短的上影线。那通常蜻蜓线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通常在高位将预示着股价会变盘向下。那如果是在相对低的位置呢，将会预示着股价变盘向上。那目前这根蜻蜓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形成短期多头趋势之后的回档中，是在相对较低的位置。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根蜻蜓线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那出现量增的这样一根蜻蜓线将预示着股价将会变盘向上，也就是它的位置，如果我们把它判断在相对低的位置，那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是否能够变盘向上，那要看日后的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 176.75。如果能够站上它，那么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将会被确认，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上行。但是如果股价日后不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回档，甚至是下行。那这样一来，实际上这根蜻蜓线，也就是或者说是这个小红 K 线它仅仅是一根休息的 K 线。尤其是日后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再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170，那么股价一定会继续下行。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已经调出辅助线了。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77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173。实际在4月1日收盘价是在 175.22， 是出现了继续下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继续下行，收盘价在173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是较大的，但是它们的性质和当日 K 线的走势是完全相同的。那所谓性质相同呢，就是说它的收盘价是又跌破了5日均线值，并且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对，同时走势基本相同，也就是当日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和我们预测的是相接近的。对，
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预测的回顾。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说如果我们把这根蜻蜓线判断在相对低的位置，它是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4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84，站上它就是为了要再次出现头高，然后继续自3月15日以来的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是在一个回档中。那在这样的一个回档中呢，我们会看到又出现了一个底高。日后如果出现的 K 线呢最低在166上方，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将会或者换句话说，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对，如果当然是日后要站上184。那我们说目前股价上行在到达184之前啊，对于4月2日和之后交易日来说，现在最关键的位置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是在176.75这个位置。因为股价只有站上它才有可能反弹，否则呢，我们说这是休息的 K 线，它还是继续向下的。好，那么当然180，也就是3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是一个压力。对，所以这两个位置呢是股价上行要突破的两个压力。那如果184被站上，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一定是206。那206站上之后呢，我们说将会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那股价将会继续向上，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65。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下行，目前的目标依然不变，就是166，跌破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同样在到达166之前啊，目前我们认为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170.21，它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强支撑啊，我们说不是说不能被跌破，而是说它是重要的标志。好，那我们说第一个目标是166，然后接下来160，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跌破160将会继续这样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空头趋势，然后当然接下来就是152是这个位置，跌破152就是要收复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这一波涨幅。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出在4月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是在177附近，也就是前一日之前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那我们会看到在当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所以出现了收低。那到了4月2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174附近，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174。174啊，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它的附近。那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在4月2日盘中，如果股价能够在174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将会有反弹，或者至少是横盘向上。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啊，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的，尤其是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在这个地方再遇到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那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跌破这根蜻蜓线最低的。对，好，那这是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3月18日收盘价174%5%进场，在3月20日收盘价176是10%加仓，成本
是在175附近，获利的目标是181到183。那之前我们会有2个交易日这样的K 线是到达了这个位置，那这个仓位应该已经是获利出场了。但是如果没有获利出场，我们之前给的守止损一直是守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是166。那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那一定是要等待继续加仓做多的。所以说呢，到现在继续持有。那到4月2日，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继续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守166。好，目标呢，当然，目标现在就是应该是在175之上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但是到现在，也就是在3月26日和3月27日，如果没有出场的话呢，现在一定是等待加仓做多的。所以，对，现在的目标应该是等待加仓做多。对，好，那么我们这是多头，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170，还有就是166。对，那么空头当然还有160，这是160实际上是这一波下浮它的就是最终的目标是要跌破这个位置，应该要把这一波多头涨幅要给它瓦解掉。对，所以这是空头目前的目标。那么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在4月2日，我们认为应该是在176到178之间。那这个位置包括前高蜻蜓线的最高，这是重要标志。同时这个区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所以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方的184。好，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实际上对于多头来说就是压力位。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76到178，它包括前高，这是强压力。第二个压力位是180，是这根 K 线的最高，3月28日 K 线最高，然后再向上是182，对，是3月27日 K 线的最高，然后再向上就是上方的缺口是185到187之间，这是上方的4个压力。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是从174到175之间。第二个支撑是前低170，第三个支撑是166，第四个支撑是160。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5，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182，然后收盘会收在180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呢，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4，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68，然后收盘会收在17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
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会继续出现这样一个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或者是小绿 K 线。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